解密商战今天要告诉您的是，一兰凭什么只靠一款面就能够称霸全球，而分店多10倍的味千又为何惨输？至于日本拉面界的并购潮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惊人内幕呢？独创味集中系统的一兰还有哪些商业绝招，让全世界甘愿乖乖排队？就让日本财经政治观察家 Joe 一次告诉您。小芳，你去日本的时候会尝试拉面吗？会啊，会吃拉面，但是不会说到天天吃啦。你知道我有一阵子我非常喜欢，我喜欢到从这个早餐，然后午餐、下午茶、晚餐、宵夜。你是拉面狂人人家一天会吃6次左右，然后整个旅程都在吃。我讲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请到我们这个财经专家Joe来跟我们分享。来，Joe哥你好。嗨，哲青、琼芳，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福泽乔。对，我们今天来谈就从这个政经的角度来看一下，来观察日本的文化。一兰其实你看我们看它的这个商业故事里面，它是非常励志的，对，在众多的拉面品牌之中异军突起这样子，然后甚至于它的业绩也非常好。它最关键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其实我们要先回到讲说一兰它为什么可以发迹。一兰它的发迹其实是发迹在福冈。那原本一兰它其实不叫一兰，它原本的名字叫双叶。1960年代的时候，第一代的老板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我们在日文叫做干锅压鸡。他说：“我跟你讲，我煮的拉面就是好吃，你要来吃哈。你如果没我同意，你是吃不到的。”会员制，1960年代就有会员制，但是他整个做下来之后呢，大家就非常喜欢呐。那喜欢之后呢，其实就是这一任的新的这个第二任的老板啊，叫吉富学啊。他本身呢，他就在讲说，哇，那个老板他说他这个做完之后他不做了，那不做怎么办呢？吉富学说，老板，我可不可以来接你的这个，他们叫软年啦，就是我接你的招牌，我来帮你把它发扬光大。那老板就说可以啊，你要发扬光大，但是我的精神不可以忽视。那他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呢单一，然后呢要会员制。那于是呢，吉富学就在想这方式里面，他就想到一件事情，说那这样好了，那干脆呢我们来做那种所谓的集中式的那个位置，有点像 K 书中心那样子。对啊，为什么呢？因为在1996年代的时候呢，其实当时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人群啊，应该是属于男性。那男性来了之后，就坐在位置上吃啊、喝酒啊，时间就拉长。我们在讲说长屁股啊，拉长之后，其实你翻桌率就不够高。那不够高呢，他这个吉富学校讲说这样不行，我就换成这样子一个 K 书中心的方式。你来，你就是吃。第二点呢，因为过去有很多的女生啊，她会觉得说，哎呀，我去吃这个拉面，我可以加一碗不用钱。你想想看，女生你说，老板我要加一碗，那然后你要想，那个很多旁边男生说，哎呦啊，今天来加高价，我是不会这样想，但是还是有很多日本男生会这样想。对，那因为是这样种种的关系，他就把隐私性、隐秘性，他就把它做出来了。那做出来之后呢，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当你今天你要翻桌率要快的时候，你重点在哪里？我今天我的菜单不能错，那不能错。你比方说面要硬的、软的，汤头要淡的、咸的，那然后你要不要加我的那个秘辛的那一丸？所以呢，他就每一张就开个小门，给你一张那个点菜单，你就点。那点完之后我直接进去，员工就直接拿了之后，我这整个标准化就出来了。那标准化出来之后，翻桌率当然速度就会快，而且呢，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就是这个面嘛，硬的、软的。那然后我后台我就可以直接做了。所以因为是这两个关系，让他开始就做得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尤其是他在那个女性的那个客户，过去我们在讲说，一般的那个餐饮店女性客户的话，大概是进去的大概是15%左右。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一兰呢，它可以一次把它拉到40%。对，过去大家在一起在抢的，其实我要抢男生族群。他有办法去开发到女生族群，等于说他另外开出了一个蓝海出来了。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让一兰的话，它的业绩就会越来越好。可是呢，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味千。味千其实它的展店的数量超过一兰，可是我听说它的业绩没有一兰来得好。没错，那其实味千拉面呢，其实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味千拉面跟台湾的关系非常的深。味千拉面的老板呢，崇光孝志，他本姓是姓刘，卯金刀刘，但他是高雄美浓的人。对，一兰的创业是1960年，
味千是1958年，所以呢，味千其实是一兰的哥哥。他们本身其实都是在九州出来，都是做豚骨拉面。味千拉面它的那个发基点是在熊本，他在熊本这边做了这个拉面之后啊，他就想说，我的拉面要跟人家不一样。那你知道他怎么不一样吗？他加了一个客家的一个味道。客家的味道，对，叫油葱酥啊，对，我想起来。所以呢，他后来呢，我们在看熊本的拉面，一定都有所谓的油葱酥，真的，这个就是客家的这个味道进来的。那也是因为味千其实跟台湾的关系很深，那于是呢，他大概就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呢，台湾有一家面粉厂，面粉厂的老板就找这个崇光孝志来，就跟他讲说，崇光啊，我们来这边台湾哦，你这拉面做得不错啊。他其实海外的第一家展店是在台湾哦，但是呢，他遇到跟那个一兰拉面完完全全不同的状况，因为呢，面粉厂的老板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你们的日本拉面都太咸啦。太咸，是不是？台湾人是不是经常讲说，说老板再给我一壶水，对不对？要加水啊。那然后呢，就是说你们这个里面的那个料太少。你那个 side menu 就是那个所谓的边际的这些菜的不够澎湃，我台湾人就是爱澎湃啊，不澎湃没赛。你面太硬，太硬的话，台湾人不爱吃。我一直在怀疑，那其实是老板不爱吃，不是台湾人不爱吃。崇光孝之想说啊，你是台湾人，你讲的算嘛那于是呢，他的味千拉面就跟在日本的时候，在熊本的时候不一样。那因为是这样关系，大家去带着一个想说朝圣的心情，哪里不一样？日本的拉面呢，就讲嘛，赶快！一吃这不是咱的阳春面吗？对然后呢，所以因为这样关系，味千拉面在台湾的展店就失败。那失败之后，一到1996年的时候，香港有一家企业就又再来找味千，跟他讲说，来，你们要不要跟我们到中国去展店？那大家想，1996年那时候刚好什么？大概到了2000年的时候，其实中国的那个整个经济往上发展的时候，于是呢，味千就在中国这边跟着这个香港商一起进去，然后他们业绩曾经突破到200亿美元。对，那因为是这样整个关系，他那时候的最多展店的数，在中国全国是有800多家分店。味千呢，它在全球的这个店的数量是一兰的10倍之多。对，它店那么多，然后料也很多啊，但是为什么它的品牌价值好像还是输给一兰？其实呢，我们可以从5个重点来谈在第一个，我们在讲经营模式。经营模式，一兰的经营模式，你想想看，双叶的那个老板，就是一个干沟压机，就是一个顽固老头。所以呢，他所有东西，他的店就是要采取所谓的直营店。没有加盟的啦，对，就是直营啦。所以他的展店会很慢，所以到现在只有大概92家。那第二个呢？那味千这边在做什么事情？味千刚才就讲了，好啦，我就品牌就随便啦，加盟你就加盟特许啦你每个地方的味道会不一样。所以它的好处是我可以展店展很快，我可以认知度很高，但是呢，我对品牌忠诚度就没有那么的高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核心价值在于就是说，一兰它本身那个体验是很重要。我在里面吃是不是这个面是不是好吃，味道是不是一致？今天我到了京都的那个一兰拉面，跟到台北的一兰拉面，我吃到的口味会不会是一样？所以这体验是很重要。那刚刚有提到味千，它本身就是它要求就是我要经济规模，我要把这整个扩大，所以它本身其实在那整个要求体验的那个享受上面，它就会出很多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品牌定位，刚开始的老板要做会员制，所以他要求的是一种高端稀少。你来吃倒不一定你都可以吃得到，所以你会经常发现一兰这样台北，经常外面还是会排一排，有没有？对呀，对，那然后就会在那边等，对，那这就是他就会觉得说，他把品牌的一个塑造。就是说，你进来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拉面店但是味千就不一样啦，味千它一直在走所谓的在地化，尤其是你要想一个，它真的在地是在中国在地，那就会变得非常的在地。那所以呢，在这整个一个状况里面，当然这就是它跟味千之间最大的差别。那所以呢，这也是会牵扯到，就是说，一兰因为是这样关系，它在选店就会非常的谨慎。那然后呢，味千它本身它就会
要求就是快，赶快把店涨完。在成本压力上面，其实一兰的成本压力是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都是直营店在做，所以所有的成本都是我在控。是。那对于味千来讲，它本身其实就相对的是轻松。为什么？因为它把这成本压力直接都转嫁给所有的加盟商。是。一兰它是靠着单一的产品，然后深化品牌去做大。因为像其他拉面店就是可能卖很多东西，有什么炸鸡啊或者是煎饺之类的，但是它就是只卖一种东西，对不对？对，因为呢，这其实就跟之前第一任老板的坚持是有关系的。老板已经讲说，我就是要做会员制。那然后呢，新的第二任的老板吉富学他就在讲，他讲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用所谓的一寸法师的一个战略。很多他的员工就会说，老板，我觉得我们要增加业绩，我有个好方法。然后什么好方法？我们再增加炒饭，你看怎么样？老板就说不行，达妹，你这样子的话会让这个整个战力往外扩出去，这样反而让大家没办法集中，因为他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到一兰来吃拉面，你就是来吃豚骨拉面，所以这是他想要去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寸法师的一个哲学。但是我觉得一寸法师战略应该换一个名字，应该我妻善意，他就霹雳一闪就会一招就而已啊，一招就很厉害啦，一招就很厉害了，没错没错。可是我们想到就是一兰他是在日本的这个连锁拉面店里面，他是霸榜的，他是冠军哦，对。可是大家觉得说也有很多人也只卖一种拉面，他也做会员制，可是他怎么样也做不赢一兰，为什么？那其实这当中，我觉得跟一兰的它的战略其实是有关系哦。第一个，我们在讲说它的一个整个座位的一个设计，它座位设计里面，它本身其实都已经有固定的模组。你看到一兰，它在现在全球92家店，它几乎都是去用同样的模组去套的。那当你今天装潢内装是同一个模组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那成本压低。对。那然后呢，第二个，因为它这整个模组可以套装的时候，它反而适合在都市展店。它有时候它其实是没有很大。很狭窄，所以它能够成功是因为这样关系，它把它整个降低它的一个所谓的经营成本。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我觉得说在刚刚有提到的点餐单上面，其实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那为什么点餐单要花功夫？另外有第二个重点就是在于他的请的员工，因为我们知道嘛，现在日本是一个少子高龄化的一个社会，你没办法找到很多的真正的日本人，但是你的客人其实大部分还是日本人。那你怎么去把这个所谓的沟通的这个成本降低？我今天如果要找一个外籍的员工进来的时候，我怎么让他跟客人之间的沟通是不会有问题的？我就靠点餐单就好了。所以对他来讲，这整个流程 SOP 其实是非常的一个通顺。那通顺的状况之下，当然一兰他就可以去成功了。就哥，那我们也很好奇，它的营收到底有多厉害、多高啊？一般的餐厅的营收大概是5%左右，再好一点的话，大概8%到10%。那你知道一兰它的一个营收呢，平均是维持在15%。对，那15%这当中就非常的厉害，尤其是我们在讲这样它现在卖的最好的其实是台北店跟那个就是新宿这2家店这2家店里面，其实它整个翻桌率大概有14到16次。那你想想看，14到16次，那是一个多恐怖的一个现象。所以它平均的一个用餐时间22分钟到28分钟，来吃完就走，吃完就走。那开玩笑，那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玩法了。是，真的很厉害耶。不过呢，我发现就日本的国民牛洞这个名店松屋，他最近不是买了一个沾面店嘛，对不对？可是他反而反其道而行，他去扩大、去合并其他的品项。那他们的背后的思维到底是什么？去年日本在吃上面最大的新闻是什么？米太贵。米太贵。对，那米太贵，但是呢，你想想看，去松屋，它的一个价格天花板就是500块，500块日元，对，冲不上去。那500块日元对于松屋，他想要在扩张的时候，他就会思考：我这个天花板如果冲不上去，我应该想办法开第2条线。那如何开第2条线？就是用面。牛洞它本身的天花板是500块，但是拉面的天花板其实是1000块。哇，没错吧？对。那所以呢，对他来讲，其实你仔细看，我们把整个拆解开来，牛洞饭跟这个拉面，其实它的所谓的我们在讲供应商，其实是一样的。牛洞你要不要肉？要，对不对？那然后呢，你今天你这个拉面你要不要肉？
拉面是猪肉比较多啊。对，但是那个一样肉商啊。对，那我们在讲说供应商里面，其实它本身在供应商的这整个一个调配里面，其实逻辑是一致的。那在一致的状况之下，我可以把我的成本压低，然后开出另外一条生产线出来，为什么不开？所以呢，你看哦，松屋它找的就是一家叫沾面店六里社。对，那为什么用沾面？它本身其实它就不用去熬汤头，因为如果你要熬汤头，其实又多了一个技巧。对他来讲，他今天用沾面，其实跟他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牛冻饭，它的逻辑是很接近。但是呢，我客单价可以拉高。那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几家这个我们在讲连锁的那个牛冻店，他们都陆陆续续要去做这拉面的最主要原因在这里。那舅哥，今天我们听到这2个日本的拉面品牌味千跟一兰，他们的这个品牌故事，可以提供给我们台湾的餐饮品牌哪一些参考的价值吗？你觉得一兰，你想到台湾是哪个连锁餐饮品牌？你仔细看哦，鼎泰丰是不是它一定讲究它的那个小笼包要18折？对，它一样是个很古摸啊，就是超级古摸的一家店。过去我们在那个鼎泰丰刚好在信义路老店的时候，那时候我在问他说：“你要不要到其他地方展店？”那老板都说我不要。对，他是后来我是不晓得是什么时候，高技越做越大，对，做大，真的应该是这样。那所以呢，你看他在展店，他就很古摸，他还是很古摸。他要求包括你今天你的这所有的那个服务员，那然后包括了你这个当中店的一个摆设，甚至我刚才讲的嘛，小笼包的18折，你今天到纽约去那18折还是在。对，依然他的展店也是，他一定是挑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地方。香港开3家，铜锣湾，台湾的话是台北2间嘛，台中1间，他不会跑去开其他的2线城市。所以你可以发现，其实呢，依然他会去挑他的一个地点，就跟鼎泰丰是非常的像。反过来讲，今天的话，我们在讲说，这个味千比较像什么？味千比较像台湾很多的手摇饮。台湾很多手摇饮，如果是很快不见的，他们其实真正他们只开了几家直营店，他们真正在赚钱的是加盟店。对，他在赚加盟店的钱。那所以呢，这2边我们不能讲说哪边是好，哪边是不好。但是呢，你说他学到的教训就是，当你今天加盟店开得那越来越多，800家、1000家。但是呢，我真正获利是多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尤其是在现在我们在讲说餐饮分工非常细的一个状况之下，你是不是去像学一兰、学像鼎泰丰那样，你把一个东西把它做好做深，那这样子的话，你的获利反而可以拉高。所以如果说真的要问说台湾可以学到什么的话，我觉得台湾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很喜欢一窝蜂的去学。从过去的蛋挞效应，之前不是还有个50元的披萨？对，那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好像马上就可以，就是可以去获利，然后一堆人就是去当了这所谓的这个我们在讲的加盟业主。那你去加盟，那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对你来说是加分的吗？那所以呢，在这整个一个状况里面，我说真的学到的，如果你今天要投入的是餐饮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要去思考。你到底你是真的要把你的全心全灵，日文是这样讲哦，全心全灵要投入在这个产业上面，还是你只是要过个水？那如果要过个水，你千万不要当加盟业者那个人，你要去当人家愿意来加盟你的那个人，可能会赚的比较多一点。是，去做餐饮是真的很辛苦啦，对啊，所以我觉得说，任何一间能够展店或者是能够生存到今天都相当的不容易。没错，对，今天谢谢舅哥来分析，谢谢，空一下。